Hello， 大家好，我是妙媛。所以在6月6号的时候，记者就去到了 MBC 的船厂那边去访问 Mr. Surat， 关于事发当天呢，船到底是不是有被清洗过，以及是不是有血迹在船上。Mr. Surat 表示，在2月24号的当天，他并没有在码头，他只知道 Paul 呢打给 Mr. Ball， 要求他帮忙寻找 Tangmo。之后在凌晨1点的时候 ，Paul 就把船开回来，泊在码头。之后 ，Mr. Ball 呢就带了几个员工，开了事发当天的船去寻找 Tangmo， 直到凌晨5点。回到码头之后，船呢就直接拿进去船厂里面了。他们并没有清洗船。之后在7点早上的时候，海事处的人呢就去了船厂，把事发当天的船呢拍下照片。8点的时候呢 ，Mr. Surat 就来到了船厂。那时候警方就已经来到了现场取证啊。警方也有叫他们把那个船呢拿进去里面收着，避免一些不相干的人呢去接触到。关于 Mr. Ajaria 说的，有人把血迹清洗掉，并且清洗过整艘船。Mr. Surat 表示呢，他100万个%肯定船是没有被清洗过的，又或者是把血迹清洗掉。如果他们只是清洗整艘船的话，他们一定会被船厂的老板骂。而且船尾呢还有 Y 的污垢，他看见一个红酒杯，还有2罐的水，但是他讲说他不敢去碰，他讲告诉他有什么血迹在船上，就只有红酒的污垢在右边的位置而已。这样子的伤口呢是会溅出1加仑的血的，所以他们怎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去清洗干净诶 ？Mr. Surat 也有讲，他没有说是谁，只是说船有被清洗过，他也没有问过船厂的人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Mr. Surat 认为呢，他应该坐下来跟他们谈过先，才把那些资料公布给大众。Mr. Surat 也是有讲啦，就是有时候他看到新闻的时候，他感到很不好啊。当记者问到这个案件到底是意外还是谋杀的时候 ，Mr. Surat 说呢，他跟船厂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所有的证据呢交给调查人员了，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同一天6月6号的时候呢，Bang Jack 透露了关于 Tangmo 的行程。他说 Google Map 呢是能够记录下行程的资料的。资料显示 Tangmo 在事发当天3点52分的时候呢离开了家里，但是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他们离开这个 Bentanic 的店之后 ，Tangmo 的电话呢就消失了。从他 recover 的 data 来看的话，电话在 Bentanic 的这个 area 那边兜圈，然后呢就消失了3个小时，直到11点的时候呢才在皮布松快门码头那边出现。电话被关了，然后又开回，又再关掉，直到去到妈妈的手里。这说明 Tangmo 的电话呢消失了3个小时。而在这3个小时里面呢 ，Tangmo 到底去了哪里？他也表示呢，警方根本没有打开过 Tangmo 的电话，直到把电话还给妈妈。所以警方到底是不是完全没有检查过 Tangmo 的电话嘞？关于之前 Gratic 去报警控告那个拿照片跟 statement 指责 Gratic 还有船上的人，以及用 Tangmo 的 Line Video Call 给他，并且send他 Tangmo 的私人照片的人，这件事情在6月7号的时候 ，Conchai 呢让妈妈去到了 CCIB 那边作证。他表示呢会用好几个小时来询问妈妈，总共呢会有30个问题。因为 Bang Jack 把 Tangmo 的电话里面的资料在 social media 上面发布出去，而造成形象损坏。而妈妈呢是那个把电话寄给 Bang Jack 的人。网络警察呢也已经跟泰国的 Facebook 联络过了，要求把所有 Tangmo 在泰国的 account deactivate 掉。但是因为 Bang Jack 呢在美国那边开了 account， 所以这一方面呢他们就会去联络美国那一边。因为这种行为呢会对死去的人造成伤害跟耻辱。现阶段 Bang Jack 到底有没有像之前所讲的把电话还回去？这个问题呢需要问妈妈。Bang Jack 把电话还回去的时候呢，有没有收到任何的钱？是不求回报还是有什么目的？包括需要检查妈妈的 bank account， 还有身边亲近的人，还有妈妈为什么会把电话继续给 Bang Jack 一个外国人？虽然根据法律妈妈是遗产的管理人，但是他们依然呢会调查各个方面，然后回答大众。Tangmo 的 case 又不见得你们警方这样卖力的哦。Tangmo 的 case 需要回答的地方你们又不回答，你们也是不是太搞笑了一点？当天妈妈还没有上去提供资料之前，妈妈是有大概讲到啦，她还是依然180%相信 Bang Jack 的，因为 Bang Jack 呢有很多朋友在泰国，直到今天呢，妈妈跟他每一天都还是有联络的。妈妈也表示当天呢，她并不感到压力或者是担心。之后呢，妈妈就跟 Mr. Ajaria 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目前为止呢，她是发现到了 Tangmo 的手表还有项链不见了，而且他们也比较重视在于寻找这一些失物啊，而不是重视 Bang Jack 手上的证据。妈妈表示呢，她并不知道泰国有那些 recover data 的那种专家，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他是已经有去联络一些公司了的。在同一个时间的时候呢，记者就有建议妈妈接听 Bang Jack 的电话，而且在之前的时候呢 ，Bang Jack 有尝试过打电话给妈妈，所以妈妈最后才决定跟 Bang Jack 通话。也因为 Bang Jack 跟他讲说，他知道船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妈妈呢才决定把电话寄给他的。妈妈也表示呢 ，Bang Jack 会把电话还给他。同时间，妈妈也强调呢 ，Tangmo 的电话里面并没有任何的裸照或者是不适当的 info。妈妈也不认为呢，把电话交给 Bang Jack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妈妈想要知道真相。但是
当天呢也来到了现场，他说他是来 support Mr. Ajaria 还有妈妈的，还有讨论一些起诉谋杀案文件的一些细节。他也是有讲说啦 ，Benjy 算是妈妈信任的人，所以他认为呢他们是有必要互相交流的。Contract 表示呢，妈妈已经回答了所有的30个问题，在1个星期之内呢 ，Benjy 会把电话还给妈妈，而且也必须还给妈妈，因为是妈妈的财产。至于电话里面的 info 到底是不是完整，又或者是有没有被修改过，都必须检查过。但是呢，先看看电话这个问题啦，因为他认为呢 ，Benjy 不可能会这样轻易的把电话还给妈妈。至于 Dangmo 的电话到底有没有被买卖，他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转账交易的话，其实都跟 Dangmo 的案件呢没有任何的关联。同时，他也得到妈妈的允许 ，Benjy 把电话寄回来之后，电话会交去给网络警察去检查。而当天呢，妈妈也把自己的电话呢交给了警方去收集 data。他表示，网络警察呢只会 focus on Dangmo 的照片被发布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这个问题而已。至于 Dangmo 的 case 是负责这个案件警方调查的权利，两个是不同的案件。6月8号的时候呢，妈妈还有 Mr. Ajaria 去了一区检察官的办公室那边呈交了一封信，要求检验船上的血迹。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 ，Mr. Ajaria 他们在船头的右边位置发现了血迹。Mr. Ajaria 说，妈妈授权给他去提交8个要求，里面最主要的是让 IFM 去检验船上的血迹。他们也准备在一些问题上调查在案件中的证据，而时间呢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也不会干涉一区检察官的工作。至于案件的起诉令呢，可能会延迟，不会在6月23号啦。Mr. Ajaria 个人认为呢，一区检察官是最直截了当的。Mr. Ajaria 也是有说，在一个影片里面呢，确实是看到有血迹，大家也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艘船会这么的干净，还有为什么会把船拿去做当天的模拟实验，以及把螺旋桨移除，还有其他的问题。Mr. Ajaria 表示呢，他会去 request Dangmo 第一次的尸检报告，因为第一次的尸检报告呢会有更加清晰的 info， 之前公布的这些检验报告也只是对伤口的描述罢了。然后不懂是在6月7号还是6月8号的时候，他表示他很清楚的记得 Dangmo 身上的伤口，什么样子的伤口，右脚大腿最大的伤口，小腿穿孔脂肪流出来，还有小小被刮伤的伤口。他说他讲的东西呢都不是捏造出来的，就算不需要法医，他也能够证明。他还有说，当天把 Dangmo 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他的嘴里流着血，在股骨那一侧呢也有大量的血。By the way， DS3 呢就是有 contact 过蔡，关于这一方面呢，他也表示他准备去作证。之后呢，记者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Mr. Ajaria 说他们在船上找到血迹，他有没有看见？他也表示说呢，他并没有上那个船，他只是去水里，然后把它捞起来。当时 Dangmo 的脸部是朝下的，他把 Dangmo 抬到船上，然后用摩托艇把它抬了起来，就是从一个地方抬去另一个地方这样子。但是当他抬起 Dangmo 的时候，血是从他嘴巴那边流了出来的，而右脚的伤口血还在渗出，但是最大量流血的地方呢是在嘴里面。第二，在船上找到血迹，他有没有问过工作人员？他说呢，没有在那一边，因为已经被清洗掉了。当天晚上呢，他们把船带走，他们并没有保留或者是检查那艘船，他们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证据的，但是他们呢就把船这样子带走，就这样而已。第三个问题，没有人看见那边有警员吗？他也说没有看见，他们到了现场呢，并没有看到警员，只是有人说有人掉进河里了，他们去那边是去寻找还有救人的，他们不是去那边问他们搭的船在哪里。第四，船的外观呢看起来是不是被清洗过了？他也说是的，他们清洗过所有的东西，是警方的错，警方不应该让他们呢把船带回去了。第五，是因为有血迹在船上？他也说当然，因为他们要清洗干净。1年级的学生呢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六，准备作证了吗？他也说他一直都准备好了，他会说出他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不会批评，也不会发表任何的言论。他说 DSI 联络他了，他也会作证，让他作证当时他看到 Dangmo 尸体的状况，还有当时 Dangmo 的伤口呢是怎样的，是在哪一个部分，他记得所有的伤口。所以在6月9号的时候呢 ，Mr. Ajaria 就交了一封信给 Itabon， 要求对 Dr. Wirasat 进行道德审查。Dr. Wirasat 呢在 Dangmo 的案件里面给予了意见，还有做了模拟实验，说 Dangmo 是在船尾掉下去的，包括 Dangmo 的右脚大腿伤口，说是被螺旋桨割伤的。Mr. Ajaria 说呢，有很 clear 的证据证明 Dangmo 是没有走去船尾的，而大腿的伤口也不是螺旋桨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医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有一个医生出来说明了伤口不是在水里造成的。他也有证人 Wirasat send 了一个 chat message 给他，说明 Dangmo 的伤口跟螺旋桨并不符合。Mr. Ajaria 想问这个朱医生当时有没有在案发现场，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而作为一个医生，应该说是被尖锐的物体弄伤的，而不是做一个假的推断，说是被螺旋桨弄伤的。而Itabon表示呢，在之前的时候 Mr. Ajaria 已经呈交过一封信给他了，就是让他们去审查警察医院的法医。而这一次 Mr. Ajaria 新交上来的信函会
会归类成像之前一样的问题，他们会成立委员调查组去审查这件事情，预计呢不超过120天。同一天6月9号的时候呢，妈妈就去了警局那边见了沙木。妈妈说当天呢是去拿回戴莫爸爸的电话，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家里的所有电话都交去给警方去做检查，检查之后呢，跟案件并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就还给他。同一时间呢，妈妈也撤销了对 Mr. Santana 的这个诽谤指控。可能你们忘记了这是什么事情啦，就是之前的时候 Mr. Santana 呢说有 VVIP 的存在，所以让妈妈呢感到很不满，因为妈妈认为呢戴莫是没有接工作的，但是 Mr. Santana 却说有 VVIP， 所以妈妈呢就去警局那边告他诽谤啦。另一方面呢，刑事法庭已经正式的出了一个逮捕令去抓 Bank Jack， 逮捕令编号是574/2565，他的罪名呢是通过广告来进行诽谤，还有把别人照片带进电脑系统，导致他人被侮辱、讨厌又或者是丢脸等等。然后警方也真的是，我只能说警方真的是有够夸张的，夸张到需要动用到国际刑警去抓 Bank Jack。如果你不跟我讲说他只是犯了一个诽谤罪的话，我还以为他是犯了什么谋杀罪还是贩毒罪这样的东西呀。之后记者呢就有去访问 Bank Jack 啦，就有问他警方发出了这个红色逮捕令他会怕吗？他说他不怕，他又不是泰国人，这个国家呢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接着记者就有说了，他们会联络国际刑警去抓他。这时候的 Bank Jack 呢已经是笑到一个不行了，他说警方呢真的是很搞笑，叫他去抓那5个凶手先。他说他也只是讲了几句，警方凭什么动用美国的警力去抓他？他表示他不相信泰国的警方可以抓到他。他也有说 Gratic 是谁很大力的是吗？只是说了几句吧，就能动用国际刑警去抓他。而在6月11号的时候呢，妈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讲到，她感到很压力，她不告船上的人了，因为证据不够，她怕她一旦告上法庭的话，如果输了，被告回的人会是她。而关于这件事情之后，Dad 说律师还有妈妈的辅导员呢，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Dad 也联络了妈妈，他说因为妈妈害怕告不成谋杀罪而被告回，所以他让律师团队呢去看看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用法律290条文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作为死亡的原因起诉同船的人。之后他有解释到新闻的这些报道就是会弄到人家 confuse 啊，因为这个呢是刑事诉讼，所以他们会直接起诉，3个律师团队呢都会互相帮忙，包括 Dad 的律师团队、Mr. Ajaria 的律师团队，还有前法官 Rastang 的律师团队。之后呢，他也会把起诉书的草稿带去给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检查，应该起诉哪一项法律条文。Dad 说呢，在这一方面呢，他会很小心的进行，以保护妈妈的安全。Demo 的收入呢也已经算好了，如果 Demo 还活着 ，between 0到37岁，他大概会有2亿的泰铢，但是他们只会要求1亿的赔偿金。Dad 有说，在之前的时候，顾问团队呢也已经开会过了，谈论没有在文件上的证据。当时妈妈呢并没有在场，因为害怕会用到很长的时间，而且妈妈呢还在那种悲伤的状态，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讯息啊。他也让记者呢之后就不要再打给妈妈询问了，因为在法律上面妈妈可能不能充分的解释，所以他再一次确认一定会提出诉讼。至于是哪一项法律条文是另外一回事。妈妈之所以突然间不告谋杀罪，是因为 Bank Jack 告诉他不要告谋杀罪，因为妈妈还没有看过 Mr. Ajaria 手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谋杀，所以他建议妈妈以法律290条文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导致死亡来提出诉讼，就有机会可以成功，因为他们有照片、影片、通话记录等等足够的证据可以告他们。他说如果妈妈告谋杀，最后是妈妈一个人负责，他会撑不了的。他也说他不会把私人的事情跟 Demo 的 case 掺在一起。他不骂 Mr. Ajaria 是因为他年纪大了，等有一天呢 Mr. Ajaria 想通了，他就不会再骂人了。在6月13号的时候，新闻报道说 Bank Jack 告诉他们 Mr. Ajaria 会退出律师团队。Mr. Ajaria 表示说这不是真的，他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处理案件中的法律问题。Mr. Ajaria 也表示说，新闻报道说妈妈会去找 Paul 跟 Robert 讨论赔偿金的事情，他也强调呢不是真的。他说早上的时候呢，他跟 Dad 谈过了，如果要根据法律290条文去控告船上的人，最高的刑罚呢只有15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如果是法律289条文，最高刑罚呢是死刑。他表示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提高轻微的罪行并给予严厉的惩罚。他也再次确定他会以法律289条文谋杀罪提出诉讼，最高刑罚是死刑。他也表示他跟 Dad 的关系呢还是朋友，如果想要他退出案件的话，必须寄文件给他。Mr. Ajaria 表示呢 Dad 有责任照顾妈
妈。个人而言呢，在法律这一方面，如果要控告任何事情，他必须是采取行动的人，因为证据呢在他那一边。而在6月13号的时候呢 ，Mr. Rastang 在他的 Facebook page 上面写了，草稿了一份起诉书，我们一定会起诉。Dad 委托我写了一份草稿起诉书，我已经完成了。但是跟这个星期二开会的时候，调查员对于同船的人的指控是不一样的。我需要跟 Dad 道歉，我没有保守秘密，但是我必须先发布出来，打破妈妈不敢提告的谣言。Loy Desha 也准备以虚假诉讼的罪名进行提告，但是 Loy Desha 呢必须是被告人的律师才能够告回他们。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很清楚的知道 Loy Desha 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我仍然坚持 Tangmo 的 case 呢是有证据的。据我所能想象到的，调查人员能对船上的5个人定罪，但是我的草稿是写法律290条文，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导致死亡来提起诉讼。6月14号的时候呢 ，Mr. Somchai 表示，因为检察官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这个证据，所以他们开会过后，在13号的时候决定把这个包裹呢交给 DSI， 邀请 DSI 的代表呢打开这个包裹，参议员、法律部还有委员呢也一起打开来看。Mr. Somchai 有讲说检验这个证据的过程 ，Dr. Bontip 呢也有一起参与打开这个包裹。打开包裹过后，发现是一条白色裙子，没有错，有红色的印记在上面，像是血迹，有碎屑的味道，然后有一块粘在裙子上的木头，但是不能确定呢是不是 Tangmo 当天穿的那一条。之后 Payal 还有 Mr. Somchai 和 Dr. Bontip 呢会拿去给 IFM 做血液检验，而松上表示，他们收到这个证据的时候，他们会拿去做 DNA 检验，包括在裙子上面找到的头发、树叶或者是污垢，预计需要20天的时间呢才会知道结果。Payal 表示，参议院呈交的证物如果检验了是 Tangmo 的裙子或者是 Tangmo 的血迹，这个案件呢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调查，因为是新的证据。至于 Dr. Bontip， 他说他告诉过 Mr. Ajaria， 如果 Tangmo 的大腿伤口不是螺旋桨造成的话，血迹呢就难免会粘在 Tangmo 的衣服上面，而法医鉴定呢就必须证明这一点。Dana Grip 表示，这个案件呢被推断为谋杀案，所以必须找到证据证明是谁杀的，还有在哪里杀的。那些被呈交上去的证据必须证明这个推断的真实性。如果这个血迹之后检验了不是 Tangmo 的，那么这个推断呢就可以结束了。6月14号的时候 ，Mr. Ajaria 打算以法律288/289条文蓄意杀人的罪名起诉，但是妈妈呢不同意。Dad 表示，当天下午3点，他才知道 Mr. Ajaria 使用妈妈给他的权利去成交诉讼，而且控告的条文不是妈妈要的。也就是说 ，Mr. Ajaria 以法律288条文/289条文蓄意杀人的罪成交了上去，所以导致妈妈想要把 Mr. Ajaria 的权利收回来。代表示 Rastang 会以法律290条文去提告他们先，之后如果有更加有力的证据，他们才会改续288/289条文。妈妈表示有一个授权书是可以去取消 Mr. Ajaria 的权利的。在2-3天之前呢，妈妈尝试拿回那一本授权书，但是 Mr. Ajaria 并没有给回他，还突然间就被带上去法院。妈妈呢接受不了这种行为啊，他们依然像往常一样还是 brother， 不要不耐烦，先去跟警察拿证据，再来看看起诉书可能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之后 Mr. Ajaria 也去到了警局控告 Dad 制造假文件。他说 Dad 使用了没有妈妈签名的文件，取消了他的律师权利，所以 Mr. Ajaria 要告 Dad。我只能说现在的状况呢是很乱水。不管怎样呢 ，Mr. Ajaria 提交上去的起诉书，检察官他们呢已经接受了，并且开了一个 file 给 Mr. Ajaria。6月15号的时候呢 ，Dr. Dawachai 就在他的 Facebook 那边写了：“我很感谢你的勤奋、决心和诚意，像以往一样为 Tangmo 讨回公道。至于 Clonazepam， 根本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开过这个药给 Tangmo， 他只有收到同一个类型的药物，而且是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是你去找的 medical record。我在帮忙分享真相，让大家知道。所以在6月7号的时候呢 ，BankJack 就在这个 Happy Melon Official 的这个 page 上边发布了一个录音，写着西瓜溺水日对 Bert 说的话。里面的声音呢，就是 Bert 跟 BankJack 的对话。BankJack 就问 Bert 为什么事发过后就没有再跟 Gradik 联络过了。Bert 说他最后一次跟 Gradik 讲话是在找到 Tangmo 尸体过后。他问 Gradik 为什么没有照顾好 Tangmo，Gradik 就告诉他是要怎样照顾，他又不是2-3岁的小孩子。我也是想要做这美美的，然后 relax。Bert 说就是因为听到 Gradik 说这些话，他就感觉到很生气，弄到他完全不想再跟 Gradik 讲话了。他说不是关系到2-3岁或者是几岁，是你到底是怎样去照顾你的朋友的，而不是因为他是不是小孩子，是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他，不是叫你照顾他 24/7。还有另一件事情呢，是因为你是他的经纪人。之后 BankJack 就问他是谁说的 ，Gradik。Bert 就说我问他 Tangmo 几时掉下去的，他说我不知道 Tangmo 几时掉下去的，因为我们不是一直看着他的 Bert。
而在6月10号的时候呢 ，Bang 又发布了一个录音，写着 Bird 的想法。如果 Tengmo 真的是在船尾小便，录音里面呢 ，Bird 说这个案件竟然是意外，单单最和他们没有照顾好，就已经是他们的疏忽，疏忽导致意外，每个人都有份。Bang 就问 Bird 有没有看过我发布的影片？虽然说船开得不快，但是却很摇晃。Tengmo 连拍照都拍不到，到底是要讲小便呢？我想不通。Bird 就说船上的人告诉他 ，Tengmo 在船尾小便，怎样的小便水会喷上来，脚也会弄到尿，根本就不可能的。而在6月11号的时候呢 ，Bang 又发布了一个录音，写着为什么你说 Tengmo 没有接工作？你说是普通的吃饭出游，所以为什么 Tengmo 在凌晨4点的时候准备船的资料？从 Bird 的嘴里听见，录音里面 Bird 说 Tengmo 去了，是 Kratik 邀请他去帮忙游艇做宣传的，但是 Tengmo 并不知道，他也没有收钱。Bang 就说帮游艇做宣传吗 ？Bird 就说是的，是要拿来做那种旅行游艇这样子。然后呢，这里从照片上看起来呢，确实是有很多游艇上的照片，像是衣服啊，还有模特儿的 posting。所以应该是 Tengmo 当时找这些资料是 for 宣传游艇的，尤其是看到这张照片啊，我觉得跟他当天穿的那个衣服是蛮像的啦。而且很久之前呢，我也是讲过了，出去吃饭走走的话，谁会这样子穿哦？อยู่กับฉันได้ไหมเพราะเธอนั้นคือของขวัญจาก